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22日晚间20点2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昨天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凌晨2点45分左右啊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最终呢跌幅达到了 1.7%， 这样的跌幅呢它到达了美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呢就是在3万点附近的169日均线。那么美股昨天出现快速回落的原因呢，是因为美国公布了要加息 0.75 厘，那最终呢美国的利息最终将要达到 4.4 厘左右那这是远高于6月份的一个预期的，所以呢美股一旦加息，美股就会跌给你看所以呢最终呢我们看到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跌。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上美股在经历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做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反弹。那么在当前行情当中周线级别已经出现了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那么本周呢今天是周四已经出现了这个沙僧阴线的一个预期。那么接下来走势当中呢，我们会有这个对道琼斯工业指数走出一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那么如果周线级别下跌西游最终走出这个唐僧阴线呢，会与2020年2月的这个急速下跌发生对称性的平行关系。解读完美股之后呢，我们回到比特币的市场比特币的市场昨天在日线级别上伴随美股的上冲和回落呢，我们在凌晨2点观察到凌晨2点这个时间点它出现了一个极端行情，快速上拉至2万美金附近之后又回打下来，然后再反复冲高回落最终呢我们看到了一个低点18210这样的故事呢在行情当中非常多的出现。每次美国有任何利好或者利空美股呢都会伴随比特币出现一个上涨，然后快速回落这个时间点呢一般就是美国那边消息落地的一个时间点我们把时间打到5分钟线这是在2点钟2点整的时刻冲出了一个最高点，随后呢快速回落，然后反复围绕这个缺口做一个震荡，最终呢跌破缺口。那么现在行情当中抛除这个短时间的瞬时的影响因素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调整到周线级别我们会看到了前面行情当中呢69000美金到17605这个低点同步了美股出现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在反弹过程当中的第一轮反弹幅度是在 44% 左右这 44% 的反弹呢构成了什么呢？构成了不完整的日线级别的反弹。什么叫日线级别反弹呢？就是日线级别能够找到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但是在这轮行情里面它不明显，它的最终的唐僧阳线没有走出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管它叫不完整的日线级别反弹但是它的反弹幅度是很大的44%左右。反弹完成之后做了一轮下跌之后再次反弹。那么我们看到这一轮的反弹这最近的一轮反弹反弹的力度更弱了如果说第一轮的反弹是日线级别的，当然它不完整第一轮反弹日线级别的，第一轮的下跌也是日线级别的但是这一轮的反弹到达这个9月13号这个高点的这个位置上，它的反弹的时间周期呢仅仅是4小时级别是一个非常弱势的反弹。同时呢它的反弹的幅度呢仅有 22% 左右。那这轮反弹完成之后，行情随即出现了一轮下跌。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一轮下跌到达低点接近18500的这个位置是什么时间级别呢？我认为是4小时级别的。4小时级别完成之后，2次出现低点之后呢，它有可能做的是什么呢？它做的是小时线的反弹。那么在当前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它做了一个小线的反弹。那么这个小线的反弹呢，是因为它在昨天凌晨2点出现的这个快速上拉、快速回落针对这个缺口进行的依次回补动作。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今晚美股开盘之后它更容易做这个
对当前从19981接近2万美金到低点18210这个区域上做2次3次的修复性的动作。那主要围绕的中枢呢，我们认为是在19000美金19000美金附近。那么在美股这一段行情当中，我们看它有没有继续反弹的机会呢？我认为是有的第一点呢，是昨天晚上的下跌是比较多的下跌达到 1.7%， 到达了3万点这个整数关口。在这个整数关口之上呢，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周线级别169日均线的这个位置，所以呢这里容易出现一定时间级别的反弹。如果说这轮行情呢走的是日线级别的下跌的话，那日线级别下跌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小时线级别的反弹在这里面出现震荡。那美股容易出现反弹的话，那比特币在极端行情之后在小日线的极端行情之后，容易围绕这个19000点做区间性的震荡。同时呢，行情走到这里，对18500美金到19000美金的这个波谷反复确认之后我们在今天也看到了一根阳线走了出来。因为昨天的极端行情呢是在凌晨2点到早8点，所以呢昨天收阴之后，今天出现阳线反复震荡所以呢还可以说这个行情没有完全被跌破。这种情况下呢，还有可能出现一波什么呢？容易出现一波从最低点18200到这个21000美金附近的这个15%的反弹这轮反弹意味着什么呢？还是对这个行情当中3万美金跌到17605之后它的第3轮回补。那么在行情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行情现在为止最大的方向仍然是空头方向，所有的震荡呢都是为了回补6月初的这个大的缺口那么当然了，在小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的动作呢是对这个2万美金到18200的这个回补动作它的这个回补呢总是反复进行。一旦行情出现大的缺口，它就容易出现这样的动作。那么回补呢，它的第一轮回补已经结束，第二轮回补已经结束，那么现在是做第3轮。总而言之呢，它在不断确立低点之后，会诱使多头产生信仰。所有的人呢都会认为在行情当中19000美金、18000美金是行情的阶段性底部这个底部永远都不会跌破的。因为你看到行情从6月份到9月份长达3个月的运转过程当中，它不会被跌破的泰坦尼克号这个航母永远都不会跌破的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当这个底部铁板一样的底部被所有的多头认知之后，被所有的空头认知之后很多多单就会在这里面酝酿出来。那么也就是庄家要对场内所有人进行狙杀的一个位置。所以呢，现在很多人会产生这种多头的幻想并且在18000美金附近建立了多单，并且可能他会获利了。但是呢，最终如果行情呢在日线级别上出现4次等位置波谷，符合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之后行情会有一个新的低点，并且呢在这个新的低点出现之后会不断下行因此呢，我在行情当中绘制出了从5月份波峰连线还有波谷连线这样的一个震荡过程，然后我给了一个向下的这个标志看图向下的这个标志，也就是说行情一旦形成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一定会快速下杀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10500美金附近这是必然发生的。行情的规律呢是在于此我们看到了前面行情当中从21年3月到22年5月它形成了一个大开口的红色线标识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同步出现了4次等位置波谷，最终呢怎么样发生跌破直接到达17605最终呢这部分跌幅超过 50%。 那么行情走到这里，2万美金依然是我们在行情当中多头方向的一个幻想呢，最终呢这个一定会跌破的昨天的利空很多人会认为利空已经结束了，行情已经跌到位了。
道琼斯工业指数呢已经跌到3万点了，一定会有大的反弹。我们认为反弹会有，但是这个反弹一定会被趋势湮灭啊，湮灭在趋势当中。特别是道指呢已经有这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了啊，目前是走在这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沙僧位的这个位上啊，下面还有唐僧的一个预期啊，所以呢，我们认为在美股的熊市当中啊，比特币最终也会出现一个跌破2万美金，跌破18000，跌破19000啊，最终呢到达我们的目标位10500。这个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我感觉我都不用说了啊，还是给大家看一下目前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在日线级别上对于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已经看到了它的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目前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也就是说它已经走出了一个领跌的状态从日线级别看完之后，我们看它的周线级别周线级别在上周出现了悟空阴线，这意味着接下来的走势当中，在周线级别上它容易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与前面的行情发生一个对称性的关系，证明以太坊会出现一个领跌于比特币的行情。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最近一段行情，我反复提及的以太坊的目标位是在哪儿呢？1100美金。那么昨天低点在哪儿呢？1218美金，对吧？我们在之前的行情当中给出了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它上面呢有什么？有3座大山。第一座大山呢是144日均线，第二座大山呢是从5月份波峰连过来的一条绿色的线位置是在1550美金附近。那第三座大山呢是弧形顶这个弧形顶是周线级别上弧形顶怼过来的大概是在1400美金。3座大山压制之下以太坊它不太容易出现更好的反弹已经目前走出了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在前面的行情当中，它确实是有一段时间强势我们发现了在同步了比特币、同步了美股出现2轮半的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它做了一个什么呢？周线级别的反弹。这个周线级别反弹时间级别是与美股同步的，但它是强于比特币的。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在反弹过程当中，第一轮反弹仅仅做出什么呢？仅仅做出日线级别反弹，并且这个比特币的日线级别反弹不完整。刚才我们刚说完它并不完整，但以太坊这里出现了周线级别的反弹它的反弹是强势于比特币对等于美股的对等于美股的。但是呢，我们在周线级别现在来看，阴线这块走出了第一根阴线悟空阴线，走出了第二根阴线八戒阴线，在遇到妖怪之后，也就是这个八戒阴线遇到2个妖怪之后八戒阴线重新复活。那现在呢正在走周线级别的沙僧阴线。你可以看我前面的视频这几个圈呢我一直画在这儿没有变。当前行情呢，它在这个位置走的是沙僧阴线今天是周四，它下一周呢走些许的震荡反弹，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沙僧阴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沙僧阴线这里会有一些曲折，这个没所谓。但最终呢，我认为行情它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之后，做周线级别下跌怼到1100美金这个位置这是必然的因为日线级别上面3座大山，周线级别呢我们有一个周线级别唐僧阴线的这个预期所以呢很快我们会看到1100美金的以太坊。那么以太坊的最终低点呢就是这个低点，我可能是在3、4月份就给了大家的以太坊的最终低点呢是在260美金是在260美金。因为在18年和16年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以太坊的最大跌幅都是95%，比特币的最大跌幅是85%。那么这一轮行情如果以太坊跌到位的话它的目标点位是260美金这里不再重复。
除了以太坊，还有 ETC 也是一个比较看好的一个领跌的币种啊。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在日线级别上 ，ETC 呢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并且呢跌破了上边的这个三角形结构。这个三角形结构啊，我们同样是可以看到啊，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在下跌过程当中出现了反弹，我们看到这个反弹的一个支撑位呢是在133日均线附近啊，在这个绿色的这个133日均线附近发生反弹之后，我们认为它的反弹时间级别呢是小时线到4小时线级别的。4小时线级别呢，它的一个上方的阻力位是$34，小时线级别呢上方阻力位是$30。我认为如果这轮行情走的相对来说弱势一些的话$31左右是可以再次建立空单的，并且它在日线级别下跌吸完成之后，很容易走出来一个什么呢？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那么目前来看，它周线级别下跌的悟空阴线在这里已经走出来了，并且悟空阴线它是一个悟空阴线组。那么下面的行情当中呢，会走这个8进阴线、沙层阴线和糖层阴线，最终呢，它的目标点位我认为是在$16附近啊。第一目标点位是在$16附近啊。我们看到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平行结构啊。首先这个位置上是一个周线级别下跌吸油，那这个位置是周线级别反弹吸油，所以呢，周线级别对称性时间级别的这个上涨和下跌和上涨之后呢，还有可能走这个对称性时间级别的下跌。对称性时间级别的下跌，所以呢，虽然 ETC 因为前面所有的物理挖矿都转移到 ETC 这个上面来之后它有一定的涨幅，但是呢，目前它确实属于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趋势当中，并且周线级别的下跌它是弱势于以太坊的，所以呢，它会有更多的下跌空间所以呢，我认为可以考虑做一些或者布局一些 ETC 的空头。那么好，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淘宝、拼多多上购买我的这本 K 线吸油战法同名书籍。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